帮堂哥打理蟹塘，净赚300万。结果秋季起网，他却只转给我5万块。他说塘是他的，本钱也是他出的，而我就是简简单单撒个网。我看着屏幕上的转账，一没拒绝，二没骂街，只是默默拿着这笔钱，反手包下了全村最臭的废弃死水塘。直到第2年盛夏，他那一塘的死蟹飘满水面，恶臭熏天，而我的螃蟹个个活蹦乱跳。看着他那张瞬间惨白的脸，我站在水草丰美的新塘边，退后2步，别把毒素踩进我的园子。听说那天晚上堂哥跪在泥地里嚎了一宿，他怎么也想不通我的螃蟹为什么长得这么好。先前我正在池塘记录着今天的 pH 值和氨氮数据，结果一辆崭新的奔驰大 G 在塘边停下。远子，今年的账算出来了，分红我给你转过去了。我看着屏幕上的5万元没说话，心里有一本账在翻。3年1000多个日夜，我吃住都在棚里。我知道今年的极品蟹大丰收，刨去塘租和饲料，净利润将近300万，而他却只转给我5万。远子，今年利润不错，赚了将近300万。这5万块你拿着，回镇上买辆代步车。我这蟹塘撒饲料的活拴条狗都能干，你还年轻，应该拿着5万块去大城市打拼。然而我听着心里没有任何波澜。3年前他接手这片塘时，因为不懂水质，差点赔个底朝天。是我带着自己摸索出来的复合菌种，帮他把水调了过来。我说我出技术，利润3、7分。他说都是一家人，哥不会亏待你。行，钱我收了。林强大概没想到我这么好打发，他愣了一下。你拿着钱回去好好歇几天。塘里的水泵滤网该换了，你记得找人弄。我没再看他一眼，转身走进了深秋的冷风里，因为我很清楚，没有我极其严苛的抵制微调，这片看似肥沃的蟹塘，不出半年就会变成一汪臭水沟。我没回镇上的家，我怕碰见熟人问我今年卖蟹分了多少，问我堂哥怎么对我的。我沿着村里的土路一直走，怀里的那个笔记本是别人眼里的废纸，却是我3年的心血。此时手机响了，是林强在群里发红包，他在家族群里疯狂炫耀今年的收成，惹得一堆亲戚跟风吹捧。我直接关了手机屏幕，走向了村子最下游，那里有一片常年泛滥蓝藻、恶臭熏天的废弃黑水塘，因为地势低洼，常年积聚死水，连村里的野狗都不愿意靠近。我站在满是杂草的岸边，看着那一汪浓绿发黑的死水，这就是所有人眼里的垃圾场。但我蹲下身，捻起一点塘底的淤泥，凑到鼻尖闻了闻，一个念头像破土而出的新芽，再也压不住。他不是说撒饲料的活拴条狗都能干吗？那我就让他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技术。我转身直接走向了村委会的办公室。喂，王书记在吗？在呢，小林啊，你不在强子的蟹塘里忙，跑这儿干啥？我想问一下，下游那片黑水塘现在往外承包吗？那是个死水坑啊，水都臭了，你包它干啥？倒贴钱都没人要。1年租金多少钱？你要是真包，1年1000块钱，意思意思就行了。但咱们可说好，亏了村里不管。我心里快速算了一下，5万块足够包下这片塘，还能买齐前期的净化设备和原液耗材。我包5年，现在就签合同。小林，你可别冲动，强子刚赚了大钱，你跟着合同拿来吧。签完字按了手印后，我就兴奋地跑到池塘边。废弃黑水塘的面积很大，浓绿的蓝藻像一层厚厚的油漆盖在水面上，散发着刺鼻的恶臭。村里人听说我包下了这块地，全都跑来看笑话。远子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？这破地方能养出啥来？强子给他发了5万块奖金，他不存着娶媳妇儿，全砸这臭水坑里了。真是个败家子儿。林强也开着他的大 G 来溜达了一圈，他摇下车窗，笑得前仰后合。远子，你要是嫌5万块烧手，哥带你去城里捏捏脚啊，何必在这傲大粪呢？我没理他，只是穿着齐胸的下水裤，艰难地在齐腰深的黑水里清理腐烂的枯枝，恶臭扑鼻。但我连眉头都没皱一下，因为我知道我在做什么。等晚上闲杂人等散去后，我打开了那几个白天刚从镇上运回来的黑色塑料桶，里面是我耗费无数心血秘密培育出来的复合益生菌原液。这种菌群专门针对这种重度富营养化的死水。我按照精确倒刻的比例将原液稀释，然后均匀地喷洒在黑水塘的每一个角落。这种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。连续1个星期我都是昼伏夜出，白天我像个拾荒的在塘边修补堤坝，晚上我就是这片水域的魔法师。奇迹是在第2周的清晨出现的，原本浓绿发黑的蓝藻开始大面积消退，刺鼻的恶臭被一种淡淡的水草泥土腥味所取代，水体逐渐变得澄清，阳光终于能穿透水面照到塘底。我趁热打铁种下了精心挑选的一乐藻，不出半个月，整片黑水塘焕然一新，水草丰美，清澈见底。就在我准备撒苗的时候，手机响了，是林强。喂，远子还在那个臭水坑里刨食呢。有事儿？哥刚在城里找了几个大爷，一天80块钱，专门负责给我撒料。你慢慢玩你的泥巴吧，等过年哥再施舍你2只剩螃蟹。知道了。我挂了电话，脸色平静的像眼前的这片湖水。林强在城里花天酒地，却不知道大自然的报复
有多冷酷。我走到塘边，打开了最后几个恒温泡沫箱，看着这些晶莹剔透的小生命落入清澈的水草中，我拿起本子翻开新的一页，写下了今天的水温和投放量。撒完最后一把蟹苗后，天已经快亮了。我迎着晨雾往家走。当初盘下这片废弃塘的那一刻是冲动的，但现在冷静下来，巨大的压力扑面而来，所有的积蓄都砸了进去。每天夜里如履薄冰的生态调试，这片塘像一个无底洞吞噬着我的心血。我知道我不能失败，必须要成功，不仅仅是为了回本，更是为了争那一口气。回到家推开门，饭菜的香味扑面而来，我爸妈和未婚妻小雅都坐在饭桌旁，显然一直在等我。怎么一宿没回来？菜都热2回了。塘里有点收尾的杂活，多干了会儿，快去洗手吃饭。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是不是累着了？没事儿，就是熬夜熬的。饭桌上气氛有些沉闷，我妈给我夹了一筷子菜。远子，今年强子到底给你分了多少钱啊？这个问题像一根针扎在我心上。我爸和小雅也都停下筷子看着我。我放下碗，拿出手机，调出那个转账界面。妈，钱在这儿，5万。5万？怎么才5万？村里都传疯了，说强子今年赚了快300万。今年看着热闹，其实折损率也高，加上明年还要扩建，到处都是用钱的地方。水面是人家的，本钱和风险也是人家担的，确实剩不下什么。我就是个帮忙撒料的，能拿5万已经很不错了。我把早就编好的说辞慢条斯理地讲了出来。我爸抽着旱烟没说话，小雅看着我欲言又止，只有我妈一脸的憋屈和不相信。不可能，那塘要是没你天半夜去守着，早烂了。林远，你是不是被强子给欺负？妈，你别乱说，强子是我堂哥，他还能坑我不成？大头本来就该他拿，咱们得讲理。我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心在滴血，每一个字都是对自己这3年心血的背叛。但我必须这么说，我不能让他们知道我已经和林强决裂，更不能让他们知道我盘下了那个全村最臭的死水塘。我不想让他们跟着我担惊受怕。我妈还想说什么，被我爸打断了。行了，吃饭吧，儿子心里有数。晚上我躺在床上，小雅从背后抱着我。林远，你今天不对劲，你肯定有事瞒着我。能有什么事儿？就是夜里风大，吹头疼了。真的？真的。睡吧，明天带你去镇上逛逛。怀里的人安静下来，而我却毫无睡意。我睁着眼睛看着斑驳的天花板，脑子里全是那片正在悄然发生巨变的黑水塘。它是我的希望，也是我唯一的退路。接下来的几天是村里年底最热闹的时候，家家户户都在算着今年的收成，准备杀猪过年。我也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白天陪着爸妈和小雅置办年货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。但我心里始终悬着一件事，那片塘的水质检测机构的化验单是在我投苗后的第3天寄到的。林先生，好消息，您的水样数据出来了，氨氮亚硝酸盐全部降到了安全线以下，溶解氧极高，那套菌群的生态循环已经彻底建立起来了。我当时正在陪小雅挑对联，接到电话激动的差点把摊子掀了。我压低声音走到街角。太好了，那水体透明度呢？透明度非常棒，底栖藻类和水草长势极好，完全达到了顶级生态水域的标准。这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老塘修复案例，您这技术绝了。行，辛苦你了。挂了电话后，我心里的石头落了一大半。水质活了，就意味着这片塘真正属于我了，剩下的只是等待时间，让那些金甲蟹苗长大。这期间，林强也给我打过几个电话，第一次是问我那5万块准备怎么花。远子，那钱别瞎折腾，留着给叔叔阿姨翻修下老房子，剩下的存起来准备结婚用。他的语气像个长辈在教训晚辈，充满了施舍后的优越感。知道了，强哥。第2次是除夕前一天。远子，明天中午镇上最贵的鸿运酒楼哥包了场，我特意把那里的亲戚和几个收购兽都请来了，今年赚了大钱，得好好庆贺一下。我几乎能想象出他此刻的嘴脸，无非是想在所有人面前炫耀他今年的丰收，顺便再展示一下他对我的宽容和照顾，把我当成他炫耀成功的背景板。不了，强哥，家里有点忙。别呀，多生分，就这么说定了，明天早点过来帮着招呼客人。他不等我再说话就挂了电话。我拿着手机冷笑一声，你想演戏我就陪你演，我倒要看看你那经不起考验的破塘还能撑多久。除夕那天中午我还是去了，带着爸妈和小雅鸿运。酒楼最大的包厢里摆了足足5桌，一进门就看到林强和他爸妈，还有几个大收购商正坐在主桌上谈笑风生。看到我们，林强他妈热情地站起来，哎呀，老二姨家来了，快坐快坐。他嘴上招呼着，眼神却在我爸妈朴素的衣着上扫来扫去，透着一股居高临下。这是你嫂子丽丽，丽丽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我那堂弟林远，在塘里给我帮闲撒檀料的。这9个字他说的又响又亮，包厢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身上。我爸妈的脸色瞬间就变了，小雅的手也紧紧地攥住了我的胳膊，我能感觉到她在发抖，我却笑了。嫂子好，我是林远。
我的平静似乎让林强有些意外，他预想中我的局促和尴尬并没有出现，饭桌上更是成了堂哥的个人秀。他一会儿说今年螃蟹行情多好，一会儿又说哪个大老板要预定他明年的货，最后他把话题引到了我身上。远子这孩子就是太老实，在堂里帮了我3年，风里来雨里去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所以我做主，前几天给他包了5万块的红包，让他也沾沾喜气。大家说我这个当哥的够意思吧？那是够意思，太够意思了。强子现在是出息了，吃肉还不忘给兄弟留口汤，是该照顾。远子脑子笨，干不了什么大事，只能出点死力气。强子肯带他玩，那是他的福气。不过我最近听说远子是不是也包了一个堂？听说还是咱们强子隔壁的那个没人要的死堂。此话一出，我爸妈和小雅瞬间露出震惊的表情。小远，真的吗？你怎么没告诉我们？爸爸看着我没有说话，小雅却用力抓住我的手。阿远呐，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家里人商量？那5万好歹留着给叔叔阿姨买点好吃的呀，这下全打了水漂啊。不过要是之后赔了，还来强哥这儿，下次哥哥我一定好好照顾你。听到这话，我默默咬紧了牙齿。他们一唱一和，把我定位成了一个需要被施舍的跟班。我爸妈的脸已经长成了猪肝色，小雅的眼圈都红了。然而我却端起酒杯站了起来。强哥，这3年多亏你照顾了，这杯酒我敬你。我仰起头，把一杯白酒一饮而尽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林强看着我，眼神里闪过得意和满足。他以为我认了，但其实我敬的不是他的人，而是我们那段被他亲手埋葬的亲情。从这杯酒开始，一笔勾销。从酒楼出来后，我爸黑着脸一句话没说，我妈一直在唉声叹气。小雅默默地走在我身边，紧紧挽着我的胳膊。我知道他们心里都憋着火。快到家门口时，我开口了：爸妈对不起，今天让你们受委屈了。远子，你的堂自己一个人行不行？要是没钱了，一定要和爸妈说。就是啊，远子，被别人戳脊梁骨没事的，只要咱们一家人好好的。林远别怕，你努力做你自己的事儿，我一定支持你。爸妈，小雅，你们放心，我对我的堂有信心。另外给我点时间，我会把今天丢掉的面子全都挣回来。我的语气很平静，但每个字都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力量。他们看着我，似乎被我的眼神镇住了。送他们进屋后，我一个人在院子里站了很久，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我在黑水塘底安装的防水监控探头传来的警报。我打开 APP， 一段清晰的水下画面传了过来。清澈的水体中，一株株伊乐藻随波摇曳，而在水草的掩映下，一只只硬币大小、背甲泛着金光的初代蟹苗正在极其活跃的觅食蜕壳。我看着那段视频，胸口的热血再次沸腾起来。接下来的几个月，我表现的和往年没有任何不同。春天一到，村里又忙碌了起来。对于别人问起我今年打算干点啥，我都用之前那套说辞搪塞过去。很多人都用同情的眼神看着我，偶尔还会提起我包下那个死水塘的笑话。远子，强子那边虽然脾气大点，但好歹给钱痛快，你瞎折腾那个臭坑图啥呀？是啊，现在高阳枝都不容易，有棵大树靠着，总比自己往水里扔钱强。这些话我左耳朵进右耳朵出，我知道他们不是坏心，他们只是看到了表面，看到了林强今年扩建了新棚的风光，看到了我家的落寞。没人知道平静的水面之下早已暗流汹涌，也没人知道我正在等待一个时机，一个足以掀翻所有质疑的时机。很快入夏了，气象台连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通知，螃蟹最怕高温。我知道机会来了，我看没了我的水质技术，林强会怎样把这波高温扛过去。随后关掉电视，对着爸妈说：爸妈，明天我搬到塘边的棚子里住，最近可能顾不上回家了。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起来了，我没有惊动任何人，悄悄地穿好下水裤。在出门前，我看着爸妈紧闭的房门，默默地在心里说：爸妈，请再相信你们儿子一次，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你们失望，我不会再让任何人看不起我们这个家。我走出家门，直奔村子下游的那片塘，提起了一个沉在水底的地笼。尽管今天是十分罕见的高温，但我的网兜里满是双螯粗壮的极品大闸蟹，池底干干净净。我检查了水草底泥、溶氧量，每一个指标都测了一遍，所有数据一切正常。我按下水泵的开关，水流喷涌而出，整个塘面微微荡漾着。我能清晰地感觉到一股强大的生命力正在这片水底奔腾。从这一刻起，我再也不再看任何人的脸色，而我没有立刻把水质大好的消息告诉任何人。在好戏开场之前，我必须确保万无一失。我绕着我的塘仔细巡视，发现只要投下一把饵料，瞬间就能引来疯狂的抢食，比林强塘里那些死气沉沉的螃蟹不知道强了多少倍。他总说是他的那片塘风水宝地能产出最大的蟹，可他从不听我的劝告，常年投喂劣质死鱼，塘底的腐殖质早就超标了，底泥发黑发臭，天气稍微一热，水面上就飘起一层绿油油的蓝藻，像是一锅发酵的毒药。为了维持那片塘，我以前每天半夜都要去撒解毒药，拼命开增养鸡。这3年，我为他省下的药钱和死蟹损耗都不止几十万，可他把这一切都当成理所当然。他觉得他出了塘租，大自然就该无条件的给他回报。这时远在城里的林强再次给我打来了电话。喂，远子，
在家吹空调呢？没去你那个臭水坑看看？没，在棚里待着。那么热的天也别乱跑了。明天早上6点，带上几个大号的抄网到我塘边来。看塘的大爷说水有点浑，漂了几只死蟹，你过来帮着捞一下，别让村里其他人看见，晦气。他的语气依旧是那么理所当然，仿佛在命令一个廉价的杂工。我握着手机，指节有些发白，但我嘴上却平静地回答：好的，强哥，我知道了。傍晚，小雅提着绿豆汤来到棚里，看到我严阵以待的样子，有些惊讶。这天太反常了，一丝风都没有。我看村里好几家的狗都热得直吐舌头，塘里的蟹能受得了吗？要是缺氧了，这几个月的心血就白费了。你晚上别睡太死，记得多开几次增氧机。放心吧，我的生态系统已经建成了，今晚就算是天塌下来，这片水也稳得住。林远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？傻瓜，能有什么事？等明天太阳升起，我给你看个奇迹。我没有告诉他今晚可能会发生可怕的翻塘，不是不相信他，而是那场灾难注定惨烈。我不想让他跟着承受那种压抑，所有的验证和结果我自己一个人扛。天彻底黑透的时候，我爸踩着3轮车来了，他给我送来了一台大功率的抽水泵。我们父子俩就那样站在闷热的塘边沉默着。远子，这天气不对劲。爸没事儿，你赶紧回去歇着吧，太闷了。我不累，我就是心里不踏实。这天气像极了10年前那次大绝收。这里面有2万块钱，是我和你妈今年的口粮钱，你先拿着。要是万一水质恶化要买药救急，多个钱傍身总没坏处。爸，我不能要，我这塘里指标好得很。拿着，大自然翻脸不认人，你一个人在这扛，比我们难。我紧紧地攥着那张存折，指甲都陷进了肉里。我没再拒绝，因为我知道这是我爸妈能给我的最沉甸甸的支持。我心里暗暗发誓，等秋天出塘，我要10倍100倍的还给他们，我要让他们过上最好的日子。那一晚，我坐在棚屋的折叠床上一夜无眠。凌晨2点，我从床上一跃而起，临出门前，我看了一眼墙上的温湿度计，湿度95%，气压极低。我顺着土路来到了我和强哥池塘分界线的铁丝网旁，我站在黑暗中，前方就是临墙那片号称今年要赚500万的风水宝地。此刻水面上却漂浮着一层厚厚的光滑粘液，哪怕在黑夜里也能借着微光看到那令人作呕的荧光绿，那是彻底爆发的蓝藻。我走过去，没有开增氧机，也没有试图去干预，大局已定，神仙难救。我转身看向另一边，我的黑水塘静静地停在那里，几台增氧机有节奏地打着水花，清澈的水底，一丛丛水草吐着细微的气泡，而在草根处，一只只硕大的螃蟹正安稳地趴在底泥上，毫无焦躁之象。我蹲在梗上，开心极了。而此时强哥塘里正经历着死亡翻滚的绿色毒水，我目不识物，但耳朵却听得清清楚楚。水面上开始传来密密麻麻的吧嗒声，那是无数只濒死的螃蟹，因为极度缺氧，正疯狂地往岸上的泥埂攀爬。它们互相踩踏，吐着绝望的泡沫，最后集体翻白暴毙在了田埂上。很快天大亮了，令人作呕的死蟹腥臭味顺着晨风飘进了村子，原本沉睡的村庄瞬间炸开了锅。我站在我的塘边静静地看着，不到20分钟，一阵刺耳的刹车声在塘坝上响起，林强连滚带爬的从他那辆奔驰大 G 里摔了出来。此刻他看着那满塘漂浮的死蟹，以及像滤油漆一样糊满水面的蓝藻，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。他疯了一样在岸边又哭又嚎，大概是听到我这边的增氧机水花声，他猛地转过头，连滚带爬的朝我这边跑来。他看到了我，更看到了我身后那片水草丰美、清澈见底的生态园，以及水底那些正在悠闲觅食的背甲金黄的巨大河蟹。他那张因为绝望而扭曲的脸瞬间惨白。远子，这是那个臭水坑？不然呢？你塘里的蟹怎么都没事儿？因为我懂得敬畏大自然，而你只懂得算计。远子，哥错了，以前是哥不对，你快把你的特效药给我，你帮我去调水，我一个月我给你开2万工资，你快救救我的塘！他低声下气，卑微到了极点。就在这时，几辆印着顶级水产的冷链物流车稳稳地停在了我的塘边。我转过身，没理会他的哀嚎，穿着高筒防水皮裤直接下了水，从地笼里捞起一只足有7两重青贝白肚的极品蟹王。岸上专门从上海赶来的顶级餐厅采购总监眼睛都亮了。好蟹，林老板，这品质绝了！我把蟹递给总监，然后转过头看着地上满身泥污的林强，我的语气没有嘲讽，也没有愤怒，只有极度的冷淡。往后退2步，别把你塘里的蓝藻毒素踩进我的生态园里。
还有，我的蟹已经全被高价包疗了，你那2万块留着给自己交违约金吧。说完，我没再多看他一眼，转过身开始指挥工人装车，岸上一筐筐极品大闸蟹被搬上冷链车。采购总监看着称，中单笑得合不拢嘴。林老板，这第一批货我按市价最高档给你结，明年的产量我也全包了。合作愉快。我跟他握了握手，随后第一笔预付款整整100万直接打进了我的账户。这薄薄的屏幕上显示的一长串数字，就是我单飞后交出的第一份完美答卷。与此同时，一网之隔的林强彻底瘫软在烂泥地里。他看着那一辆辆满载着财富的高端冷链车从我的场地开走，终于明白了自己到底弄丢了什么。他的手机也开始疯狂的响起，是那些预定了中秋礼盒的大客户打来的。林老板，我的东西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我告诉你，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，要是交不出高品质蟹，3倍违约金，1分钱都别想少。电话被挂断了，林强像是被人抽掉了几两骨。他为了拿到今年的高价订单，跟好几个渠道商签了对赌协议。他当时信心满满，因为他以为他还能像去年一样坐享其成。可现在我走了，他只剩下一汪发臭的毒水和满塘死蟹上百万的违约金，像一座大山轰然倒塌。阳光正好透过清晨的薄雾洒在水面上，波光粼粼，而我的心情也像这天气一样一片晴朗。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。过去在林强那片高危的塘里，我永远都是紧绷着神经，要时刻提防着水质恶化，担心着蓝藻爆发，每一次起风下雨都像是一场赌博。而现在我站在自己的生态园边，完美的水质，强壮的蟹苗，可控的环境，让我第一次有了享受丰收的乐趣，而不仅仅是为了干活。看着最后一辆冷链车驶出村口，我拍了拍手上的泥土，有了这笔钱，我不仅能扩建这片生态园，更重要的是能让我在这个圈子里彻底打响名头，以后就不愁没有顶级的销路了。等这季的蟹全部出完，我就跟去市里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，再给我爸妈翻修一下老院子，让他们安享晚年。这些过去想都不敢想的画面，现在却变得触手可及。中午我回了家，没有像以前一样因为熬夜而疲惫不堪，倒头就睡。我洗了个热水澡，坐在饭桌前陪爸妈和小雅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。饭桌上，我把我账户里的余额量给他们看，我妈激动的红了眼眶，我爸夹菜的手都在抖。好，真好，咱家园子有出息了。吃完饭，我回到房间，把那个破旧的笔记本锁进了抽屉的最深处，然后躺在床上沉沉的睡去。这一觉睡得格外香甜，梦里我好像又回到了那个分钱的秋天。林强把那5万块钱转到我的微信上，脸上还是那副高高在上的施舍表情。这一次我没有再沉默，我笑了，笑得比他更灿烂。就在我坐在塘边喝着小雅送来的冰镇西瓜汁时，一墙之隔的林强正经历着人生中最绝望的一天。他爸狠狠扇在他脸上的一巴掌把他彻底打醒了。去年的利润早被他挥霍一空，今年签下的几百万对赌协议，如果交不出极品蟹，违约金足以让他家倾家荡产。他开始疯狂的打电话。王技术员，我出5000一天，你来帮我把水调清。李老板，你那儿有没有特效除藻剂？多贵我都买。他把通讯录里所有东电水产的人全打了一遍。起初他还端着老板的架子，但现实很快就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。强哥，你那水已经泛塘了，神仙来了也救不活，1天1万我也干不了，毒素已经进了螃蟹鳃里，全废了。一个个电话打过去，得到的回复全是一样的。他这才发现，原来离了我，他那片塘连个臭水坑都不如。他一直以为撒饲料拴条狗都能干，现在才明白，能把那片毒水压制3年，是我耗尽了多少心血。可笑的是，他亲手用5万块钱把我这个真正的护身符给扔了。找到人了吗？要不去找远子吧，给他加钱，10万、20万，只要他肯给你那特效药。不可能！让我去求他，去求那个被我用5万块钱像叫花子一样打发的堂弟，我做不到。此时未婚妻丽丽提着名牌包，拖着行李箱走了出来。丽丽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马上就要背上几百万的债了，我不走，留下来跟你喝西北风吗？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女人！滚开！没本事的东西！丽丽一脚踢开他，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。林强瘫坐在地，完了，全完了。
3天后，我的第一批极品金甲蟹全部出塘，整整200万的货款，一分不少地打进了我的卡里。我看着手机短信上那一长串数字，心里只有前所未有的踏实。我没有去买什么奔驰大 G， 而是直接带着小雅去了市里最好的楼盘，全款拿下一套140平的大平层，房产证上写的是我们2个人的名字。等我再次回到村里，整个村子的风向彻底变了，我那片清澈见底的生态园成了全村的奇迹。以前看我笑话的人，现在一口一个远哥叫着。而林强家已经彻底被催债的人踏破了门槛，为了还那笔巨额违约金，他家的房子挂到了中介网上，车子也抵押了，那片原本用来生财的蟹塘成了烫手山芋。这天我正在塘边指挥工人加固，防逃网一墙之隔传来一阵刺耳的争吵声，是一个专门收废弃塘口的黑心老板正在跟林强压价。你这水底全烂了，光清鱼就得大几万，连塘带设备，我最多给你2万块。2万？我光这几台增氧器就买了好几万，爱卖不卖，你这烂摊子除了我没人接。林强站在原地，拳头攥了又松，最后他像个泄了气的皮球，无力的点头。办完转让手续，那老板点出2万块钱现金扔给他。就在这时，林强抬起头，隔着铁丝网，他看到了我。我手里正拿着对讲机，从容地调度着下一批冷链车，我连眼角余光都没有分给他。这种彻底的无视，比当面扇他耳光更让他崩溃。他看着我挺拔的背影，再看看手里那薄薄的2万块钱，一股难以言喻的悔恨冲垮了他的理智。他大叫一声，疯了一样冲向岸边，一台废弃的水泵抓起地上的铁扳手，狠狠地砸了下去。价值好几万的水泵瞬间成了一堆废铁，我的事业走上了快车道。之前的收购商成了我的死忠客户，我不再满足于这一片塘，我成立了水产科技公司，包下了村子下游连片的几百亩水面。我组建了合作社，把村里那些肯吃苦、人品好的老实人招进来，手把手教他们养殖技术。我给的底薪是行业最高，年底还有分红。大家都说跟着远哥干心里踏实。有一天，我正在办公室看报表，一股浓烈的香水味飘了进来，是丽丽。她扭着腰走到我办公桌前。远子，不，林老板，我早就看出你才是真正干大事的人。出去。丽丽的笑容僵在脸上，最后在保安的驱赶下，狼狈地踩着高跟鞋逃了出去。我的世界绝不允许这种肮脏的东西靠近。秋天，我和小雅的婚礼如期举行。那天我包下了市里最好的酒店，车队从村里一路开到市中心，风风光光。婚礼前几天，我接到了林强他妈的电话，电话里他哭得撕心裂肺。远子，阿姨求求你，强子现在天天在工地搬砖，晚上就酗酒，人都快废了，你能不能拉他一把？阿姨，当初你们一家人在酒桌上踩着我炫耀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拉我一把？我不是做慈善的，他自己选的路，自己走完。说完我就挂断拉黑。我不落井下石，但我绝不以德报怨。婚礼现场高朋满座，我抱着穿着洁白婚纱的小雅，在亲友的欢呼声中走下婚车。眼角的余光里，我看到了马路对面一个穿着脏兮兮劳保服、头发像乱草一样的男人，正躲在电线杆后面，呆呆地望着这边。是林强，他看着满天的礼花，眼神里全是化不开的嫉妒和绝望。我只扫了他一眼，便收回目光，低头深深吻了我的新娘。转眼又是一个冬天，窗外飘着鹅毛大雪，屋里暖气开得极足。小雅的肚子已经高高隆起，她靠在我的肩膀上。我爸妈在一旁笑着讨论马上要出生的孙子叫什么名字。电视里正在播报本地新闻。近日，我市警方成功捣破一个地下赌博窝点。画面闪过，一个个戴着手铐器的嫌疑人被押上警车，其中一个身影瞬间抓住了我的视线。林强，他比上次见到时更加枯槁，眼眶深陷，像个行尸走肉。新闻里说，他因为欠下巨额高利贷，走投无路参与了诈骗和赌博，下半辈子估计都要在里面度过了。我看着那张脸，心里没有任何快意，只有平静。一个人自己要往烂泥里钻，谁也拉不住。我拿起遥控器换到了一个欢快的综艺节目，客厅里再次充满笑声。我把手轻轻附在小雅的肚子上，感受着里面充满活力的胎动，就像春天那片即将复苏的生态水域一样，生机勃勃。我的方向盘已经稳稳地握在自己手里，前方一路坦途。